美国简报的信息与观点来自美国和国际权威媒体、智库、政府机构与专家，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整理、编辑。随着特朗普团队准备封口费起诉，暴力威胁激增。英国独立报，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早可能在周三面临刑事指控，因为他向据称与特朗普有染的色情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了封口费。为了准备可能的抗议活动，针对政府目标和官员的在线威胁激增。据报道，警方计划为特朗普可能被起诉的事件采取安全措施。面对对其行为的持续调查和负面宣传的激增，特朗普利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对刑事调查发起攻击，宣布他打算阻碍他们的政治敌人，并表示他计划留在2024年的竞选中。据报道，华盛顿的进一步调查发现了特朗普误导自己的律师的证据，危及他的律师客户特权辩护。特朗普持续的法律问题促使计划增加特朗普2024年竞选活动的筹款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支援陷入困境的前总统的集会投票率低迷。媒体报道估计纽约最近的一次集会人数超过记者人数5:1。迫在眉睫的刑事指控可能标志着美国首次对前总统提起刑事诉讼。起诉书如果发生，如果特朗普试图在2024年的竞选中再次竞选，可能会让他面临困难。除非他选择反对起诉并且不参加对他的传讯，否则他可能不会被捕。德桑蒂斯在特朗普攻击他数周后反击。彭博社，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表现出对抗唐纳德·特朗普袭击的新意愿。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领先于德桑蒂斯，他认为德桑蒂斯是他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关于德桑蒂斯是否有勇气直接对抗特朗普的问题出现了。本周在佛罗里达州周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概述了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冠状病毒、混乱的治理风格以及前总统自己的领导的批评。这些批评在特朗普预计将在纽约被起诉的同一周浮出水面。在周二发表在《纽约邮报》上接受英国记者皮尔斯·摩根 （Piers Morgan） 采访时，德桑蒂斯详细介绍了他的领导方式，透露他只会引入为人民制定议程的人员。这种反击是德桑蒂斯一直呈现的形象的一部分，一个特朗普模式下的共和党人，但没有包袱。在采访中，他明确表示，如果他参选，他的主要对手将是乔·拜登，尽管他尚未确认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对特朗普的批评来自他的法律麻烦似乎正在达到与向成人电影明星支付封口费有关的指控的临界品质。如果特朗普继续挣扎，德桑蒂斯现在有机会在共和党候选人资格的争夺战中获得牵引力。佛罗里达州州长正在倡导没有小戏剧性的领导，其最终重点是确保国家的胜利。这些观点与鲁珀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 关于离开特朗普时代的观点一致。这对默多克拥有的媒体，如《纽约邮报》和福克斯新闻网 （Fox News Network） 来说尤其有趣。这些媒体计划播出摩根的采访。美联储会议对拜登有利害关系。《纽约时报》，美国总统拜登严重依赖美联储本周的利率决定，美联储的预期行动可能会对经济和总统连任前景产生不利影响。在通胀上升的背景下，经济正在相对迅速的扩张，尽管美联储试图缓和这种情况。周三的预期涨幅为1/4个百分点或更低，可能会受到投资者、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密切关注。一些密切参与政府和美联储之间联合金融救援的内部人士涉及最近失败的银行紧急干预。他们报告说，在暂停利率或继续提高利率以确保市场信心的建议方面存在内部冲突。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的前经济顾问杰森·福曼 （Jason Furman） 认为，美联储和白宫对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当你不能指望国会时，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将看到镇上唯一的游戏是白宫和美联储。金融部门对这种经济体使用的术语是软着陆，这意味着创造就业机会和物价通胀的减少，仍然支援温和增长，支撑低失业率和稳定的经济。在经济增长相对较快且通胀上升的情况下，拜登总统试图稳定局势的努力面临着额外的挑战，即利率上升影响银行和消费者信心，同时面临2024年的连任。
无论美联储的决定如何，这些举措都表明央行政策将保持宽松，偏向渐进主义。Glenmead Trust 私人财富首席资讯官 Jason Pry 表示，作为投资者，缓慢而稳定地赢得比赛。Pry 说，不要以为德桑蒂斯是特朗普的安全替代品。金融时报，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如果追求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议程，可能会成为威胁。保守党政客们看到特蕾莎梅 Theresa May 在支持英国退欧的竞选活动后过度补偿，通过追求比需要的更艰难的英国退欧。保守党政客担心德桑蒂斯会努力在特朗普选民下台时讨好自己。令人担忧的是，德桑蒂斯将证明自己是特朗普的替补，并使用相同的民粹主义资讯爬上总统堆的顶端。人们低估了德桑蒂斯对特朗普更大的纪律和能力。随着 MEGA 让美国再次伟大信条的更大份额的颁布，对于一个完全不受限制的权利的人来说，没有万无一失的保险。他和梅之间已经进行了比较，德桑蒂斯对他有一种过度渴望的气息。他努力证明自己的民粹主义资历，明白自己引起了特朗普选民的不信任，因此他迎合了一群可疑的将他视为建制派共和党人的人群。特朗普有个人崇拜的好处，数以百万计的选民无条件地忠于第45任总统，他不需要说或做任何特别的事情。特朗普以其不拘一格的风格吸引选民，并建立针对墨西哥的强承诺。特朗普不需要坚持他的政策来保留他的追随者。但是德桑蒂斯没有这样的许可证，他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继续赢得和保持民粹主义选民的信任，否则就有失宠的风险。超过1/3的美国退伍军人担心医疗账单。彭博社，一项针对美国退伍军人的调查显示，超过1/3的65岁以下士兵担心他们支付医疗费用的能力。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研究发现，13%的退伍军人在支付医疗费用方面遇到过问题，而超过8%的人为了省钱而故意放弃了医疗护理。私人护理提供者被发现比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或国防部的 TRICARE 计划提供的保险更昂贵。尽管对其有效性不断受到批评，但发现这些计划为退伍军人提供了更大的保护，使其免受财务担忧。上个月，国防部副部长派翠克·沙纳汉 Patrick M. Shanahan 表示，美国军事创新者应该专注于开发预测性医疗保健分析。阿肯色州颁布法律限制跨性别者使用学校浴室。路透社，阿肯色州州长萨拉·赫卡比·桑德斯 Sarah Huckabee Sanders 签署了一项法律草案，要求公立学校的学生使用与其生理性别一致的学校洗手间和其他设施。该法案还指示学校为任何需要的人设置单人洗手间和更衣设施。法律对违反规定的学校进行处罚，家长可以起诉违反规定的组织。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裘利亚·路易士·德雷福斯等明星在白宫获得奖牌。澳洲 ABC。WHI 乔·拜登总统在他的第一批艺术和人文奖项中，在白宫向一系列作家、歌手、艺术家和人道主义者颁发了奖章。在22名个人和组织中，有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女演员裘利亚·路易士·德雷福斯、喜剧演员鸣笛·卡林和创作歌手格拉迪斯·奈特。当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 Colson Tehet 被宣布为获胜者时，总统打趣说了寻求2024年的连任。他说：“我自己正在寻找一个背靠背的人。”东厅仪式被描述为一个感觉良好的事件，在此期间 ，Louis Dreyfus 在奖章的重量下下垂，然后说哇，而奈特给了总统一个巨大的拥抱。奖章获得者的工作包括舞蹈、艺术、设计、历史以及音乐、写作和慈善事业。拜登先生告诉人群，这项工作在保持美国文化的活力和提醒人们国家的历史方面是多么重要，甚至是美国人想要忘记的部分。奖牌获得者没有为人群发言或表演，但美国海军陆战队乐队演奏了斯普林斯汀热门歌曲《Born to Run》和《Born in the USA》的管弦乐版本作为致敬。这些奖项因大流行而推迟，标志着拜登的第一批此类荣誉。观点：面对中国，美国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外交事务，随着共和党总统初选的步伐加快，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辩论将在可能的候选人中出现。文章认为，
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对党有利，但如果候选人以此为借口，主张回到美国前总统雷根和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漫画中，那将是徒劳的。相反，作者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改变。随着中国成为一个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意识到它不再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必须考虑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限制。美国今天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限制，这些限制不能通过不真实的乐观主义或纯粹的意志力来克服。因此，美国不能继续奉行作为欧洲大陆唯一安全提供者的政策，尤其是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失败表明，其常规武装力量对资金充足、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几乎没有威胁。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对北约的态度，保守派对北约持怀疑态度，就像联合国一样。美国还应该降低其在中东和欧洲利益的优先次序，并专注于确保其在东亚的利益。中国对美国的长期安全和经济繁荣构成的威胁，比中东地区大国、基地组织残余分子和其他圣战恐怖组织的威胁要大得多。文章指出，只有释放更多目前用于这些挑战的资源，美国才能有效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星巴克联盟以100家咖啡馆罢工迎接新任首席执行官纳拉西姆汗。彭博社，大约100家美国咖啡馆的星巴克员工将于4月6日举行罢工，抗议反工会胁迫。这些工人是星巴克工人联合工会的成员。该集团在星巴克大约9000个美国地点中的大约290个地点赢得了工会代表选举。然而，新的工会请愿率已经放缓，因为员工声称该公司一直在商店内进行报复并阻止谈判。星巴克新任首席执行官拉克斯曼·纳拉西姆汗 （Lakshman Narasimhan） 本周上任。该公司辩称，所有关于反工会行为的指控都是绝对错误的。星巴克声称提供行业领先的福利，并表示尊重员工组织和抗议的权利，但认为与员工的直接关系是其文化的核心。这家连锁餐厅还指责工会进行不公平的谈判，并指责美国劳工委员会寻求可能改变该国劳动法的法律先例。星巴克此前曾将工会商店排除在提供新福利之外，终止了工会活动家，并关闭了咖啡馆。这导致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区域董事对该公司行为的80起投诉。上个月，拥有星巴克股份的纽约市养老基金提交了一项决议，要求对该公司进行劳工权利审计。谢谢收看《美国简报》。